是啊。好，所以香龙怎么看这一次？如果尹锡悦想要借由南北韩的这个紧张情势来化解它内部的政治危机，目前看起来适得其反。那么刚刚其实郑亮有提到，我是觉得很好奇，说韩国内部没有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当朝鲜背后有一个俄罗斯，而俄罗斯跟北京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北京是相对谨慎的，可是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距离整个朝鲜半岛那么远，它是乐见朝鲜半岛出事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尹锡悦还要去戳平壤的眼睛，这件事情是太特别的奇怪。可是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大家觉得他会点到为止，可是你也不能够不防说尹锡悦会狗急跳墙，或者金正恩采取什么样的举动，或者普京煽动什么样的举动啊？韩国是被狗咬过的。1988年的韩航客机飞进了俄罗斯的领空之后呢，俄罗斯就是活生生的把你打下来。那个就是让韩国知道，就是说我说到做到，即使你是民航机，即使我也知道你没有武装，可是叫你转向你不转向，就把你打下来。他是说动手就动手的。对，那是史上的最严重的空难之一。那韩国每一次当38度线两边紧张的时候呢，韩国也照例的都会放狠话，可是那个狠话就是没有人信啊，就是他没有威慑力，因为朝鲜在过去刚刚有明提到，他炮击过延坪岛，延坪岛是在南北韩中间的一个模糊地带，他炮击过延坪岛，那你又能把它怎么样？他甚至偷袭过你天安舰，把你天安舰都打沉了，你又能怎么样？对，就是你叫你说要报复，那不管是李明博也好，或是谁也好，就是在过去，他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啊，被他咬了就被他咬了，你叫也没有用。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韩国认为统一的主动权在他的手里面，朝鲜是没有这本事的。那朝鲜跟韩国的关系就跟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一样，你想统一我是吧？那我就吃定你，因为你想统一我。那台湾知道呢，大陆想统一，那台湾呢就表现出一副呢，我不想跟你统一，那反正就不断的会摆出各种姿态。你想，台湾两岸之间呢，台湾含两国论；两韩之间呢，朝鲜含两国论。那个道理都是一样，因为你想统我。想捅我的时候呢，那我就先把姿态呢就摆到主。韩国在军事的扩张的逻辑跟朝鲜是不一样的。韩国在这次的俄乌战争的积极参与，是因为它国内的军工产业起来了。它的军工产业是过去几年里面全球呢军工体系里面成长最快的国家。他过去2022年、23年这2年是从俄乌战争之后，韩国的军工出口暴涨了70%几。他现在大概是以前在军火市场里面没有韩国的份哦，但是他现在的份额大概已经排得进了全球的前10名。那因为韩国本身，它在它的整个工业实力上面，你想它的大部分的产业都已经被大陆超越了，但是韩国的重工业基础是不错的，所以呢，它在寻求自我的安全感的时候，它发展了自己的军工产业。可是韩国有一个先天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它本身的市场非常小。对，韩国总共呢就5000万的人口嘛。他的部队大部分呢都还是用美式的装备嘛。那韩国呢最近你看他的不管他的驱逐舰啊，他的战斗机，他出口很积极啊。因此他跟美国一样，他的军工产业需要战争来作为他展现的舞台。韩国是这几年在许多的什么航空展啊等等参与非常积极的一方。所以你觉得朝鲜半岛这一次的危机，除了尹锡悦的政治考量，还有军工产业的利益考量吗？韩国的军工产业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给你一个数字啊，去年2023韩国的军工出口135亿美元，那今年超过200亿。
哇，成长好快。对，那这是很惊人的数字啊！台湾跟美国买的军火90几亿美金都已经是非常吓人了。那因为这个，所以韩国对于呢乌克兰的那个琢磨，它不只是单纯是意识形态的，是它本身的产业的需要。就像美国呢，现在它在准备下一场战争，因为乌克兰看起来打不下去了。就是乌克兰现在是在一个被凌迟的过程，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对，然后呢，在中东呢，当伊朗导弹打完了之后呢，美国大概也知道不能打下去了，因为如果伊朗的导弹是可以30几发可以呢落在一个空军基地里面，美国就要开始认真的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饱和度的攻击，同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的目标是我的航母。我的航母是不可能撑得住的，航母是会沉的，空军基地不会沉啊。但是呢，这些的导弹，你想30几发的导弹，美国说我中间已经帮忙拦截之后都还这么多，那如果说这些的导弹，美国过去觉得我航母100大家都很怕，那是因为认为你的导弹呢威胁不了我。可是如果伊朗这波打完了之后，美国就必须要认真。美国为什么连萨德都送来了？那个萨德不见得只是保护以色列啊，也在保护他自己在那地方的航母，他的两支作战的部队，还有呢几个大型的基地。那些大型基地如果真的呢，伊朗或者任何一个你不知道胡塞等等，它的导弹的战斗部呢装药如果多一点，一发呢都是可以呢有毁灭性的。美国到中东也下不去了，可是美国的军工产业永远需要战争，下一场的战争呢，它就在亚洲找。从战略上面来讲，我们看到的其实好像是呢，尹锡悦呢在炸这个炸那个。老实讲，他把他境内的铁路炸了，那不是他自己的权利吗？金正恩啦，不是对了，尹锡悦。就金正恩把他自己的铁路炸了，不可以吗？反正那条铁路本来就不通了嘛。那你韩国只是凭空想象说那个铁路呢是我的任督二脉，是我通往了伟大的欧亚陆块，我要从釜山呢一路搭火车过北京，我要到伦敦。就是那2条铁路呢，让韩国对自己的未来长远的战略的位置有一个思考。我是个半岛国家，可是韩国现在跟台湾又一样了，台湾是个岛，韩国也是个岛。它在陆地上面无法连接了。台湾跟韩国其实在发展的模式上面都已经岛屿化了。台湾本身是个岛，韩国呢也发展成一个岛。那这个呢对韩国来讲当然有很大问题，所以主动的也严格讲起来，固然中国作为个不结盟国家，中国是非常不乐见呢朝半岛的核武化的。他对于朝鲜当然如果他有选择的对象，朝鲜当然希望紧紧靠在中国身上，可是中国不让靠。我觉得中国不让靠这件事情呢，是中国今天的国际性格当中西方国家最难处理的部分，就是中国不结盟。不管你怎么去涂抹我跟俄罗斯的关系，涂抹我跟伊朗，涂抹我跟朝鲜，你觉得呢？我就是这些暗黑势力背后最大的支持者，证据呢？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啊，只有台湾对，只有台湾无条件的接受这种说法。对，所以可是你到了全世界，其实这种说法反而不被接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今天呢，西方的传媒、西方的政客呢，不断的在中国身上贴标签，可是每次一贴上去就贴不牢，就掉下来，贴上去就会掉下来。那中国的就在旁边看，中国作为朝鲜最大的邻国，可是中国到韩战之后，中国一直都没有呢介入到呢朝鲜的内部事务。你今天呢要说呢中国呢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不要说证据，逻辑在哪里？所以今天呢，韩国跟美国一定会去挑衅朝鲜，因为挑衅朝鲜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呢，想要看看中国的反应，就中国能不能沉得住气啊？中国终究现在的朝半岛的稳定性对中国的稳定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稳定呢，美国一定是想要去破坏的。不要低估，就是说今天呢，在韩国境内的，就是说呢，驻韩的美军呢，大概是4万左右，可是指挥权在美国手上。当然，韩国的部队啦，总共80万的大军，指挥权是在美国的手上啊。要不要打不是韩国决定的，要不要打是美国决定的。美国在最近的这2年的时间，
他已经呢把他的就军事同盟超过一遍了，他把北约超过一遍了，把中东超过一遍了。你认为他下一个超哪里？他当然要超日本跟韩国，这是他在亚洲最重要的2个同盟国啊。所以，如果从逻辑上面来讲，这2-3年的时间，他把他的同盟国都超一遍，都上螺丝了。现在还没有上的就是朝半岛跟日本。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不要低估，下一场的冲突一定是在亚洲的。所以我们虽然觉得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并不希望在亚洲有任何的冲突台面化，但是大选后呢，看起来从台海又到了南海，现在南海吵不起来。似乎又要往北移，难道会在朝鲜半岛吗？因为当选的人很爱好和平好 ，OK， 我们先谢谢 Brown of Ken 001的斗内，然后米娜米谢谢你的斗内。他说，实际上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奥巴马他自己作为黑人，结果自己就发表了歧视黑人的言论，让民主党得罪了黑人。好，他说这个部分其实对于贺锦丽来说，现在影响还蛮大的。我刚刚看那个贺锦丽接受福斯访问嘛，下面的留言说贺锦丽是半个黑人。OK， 好，然后米娜米说再补充一个，现在美国内部的吹牛老爹事件越演越烈，有分析说是某个亲以色列犹太财团故意放出来，希望哈里斯就是贺锦丽落选的。哎，美国总统大选啊，然后我们再一次补充一下，11月6号下午的1点到2点，我们其实有美国大选的这个特别节目。对的，好，我们到时候也会来好好谈一谈。我其实从今年的7月到现在，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们上个月的月底，介文记得我们4个人投票。对啊，大家都说都认为川普会当选。我从7月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哦。这样，我没有改变过哦，就是我就是认为川普是会当选的哦。你怎么那么瞧不起女性候选人？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